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腿脚不好、走路没有力气的人，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双腿呢？虽然锻炼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是依然抵不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专门锻炼腿的王牌动作。因为这个动作啊，不仅简单、安全，而且还特别的有用。特别是对于一些年纪稍微偏大一些的人来说啊，它的友好程度啊更佳。这个动作不仅仅你练完以后会感觉我们的腿上面增加了力气，肌肉变得更加结实，而且呢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啊，我们这个通道啊，这个循环代谢能力啊被打开了，整个脚上面啊就热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我们现在来讲方法，这个动作呢叫做剪刀夹腿式，我来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动作，然后再讲解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啊，你在心里面啊就有一个概念。就这样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动作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，你必须按照这个细节全部做好了，才能把这个动作给落实下来，才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妙处。首先，我们先讲第一点啊，这个动作啊，它是一个夹啊，先夹，我们腿并拢了以后，腿还要持续的向内夹。就是说，你看啊，这个我手的一个距离，我腿往内夹的时候，你能看到我手被挤压的状态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把腿并在一起，虽然说你们看起来我没用力，其实我腿是一直夹着的啊，往内保持发力，夹住。然后呢，脚尖先打开，腿往前伸。注意，我们这个动作，无论是你怎么去夹啊，你这个脚后跟一直要贴在我们地面上，脚后跟千万不能离开，还包括我们的脚掌不能离地面。你看。往前去推，此时呢，你看你的整个筋啊被拉开来了，然后我们开始要用大腿内侧去夹，夹的时候把这个脚啊压实地面，千万不要让脚尖离地。好，夹完了以后，腿并拢了以后，来回收，往回拉，拉的时候是用这里的力量啊。你看，我们坐板凳的时候啊，不要坐实了啊，往前坐，然后你看往回拉。你看拉的时候，你也发现我这脚后跟是一直贴着地的啊，不可能说你一拉，脚抬起来了，这样就不行了啊，这个是错误的演示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来，先绷着劲往内夹，小腹内收，然后脚尖外旋，来走1，夹，慢慢的夹，夹到内部，感觉大腿内侧发力，好，往回收，来2，回，好，来3。回啊，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你们现在如果说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去做，你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啊，它并不简单，而且呢，做起来的时候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肌肉的发力。如果说我把动作啊再拆解的更详细一些，你们或许啊会理解更多这个动作的妙处。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，你看我们大腿的肌肉啊，你看这块肌肉负责我们的腿往前伸，这个肌肉呢负责我们的腿往后屈。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用了哪些肌肉呢？你看，这里啊，你看往前推，推是不是这里发力？你看，推、夹啊，这里发力，然后呢再拉啊。其实我们往外推的时候，大腿外侧也带了发力，所以说这个动作不仅仅它有着拉筋，还有着锻炼啊我们肌肉的一个强化作用。这个动作为什么好？因为全面的把我们整个腿部啊都活起来了。你做上一个5到10遍以后，这个脚底啊就会热乎乎的，感觉这个温度啊上来了以后特别舒服。而且呢，我们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，有一个细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们往前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啊，我小腹就要往内收，因为你人只要小腹不收，它这个动作做起来啊，它就得不上劲。你不信你试试看啊，就是你人塌下来去做。你无论怎么去做这个动作，它就得不上劲。你只有把这个小腹一收紧，一绷起来啊，它就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啊，就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小腹收进去，再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。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，就分享到这里，也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，让自己的腿脚啊更加有力量，走路变得更加的轻快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记住啊，没有关注的关注我微博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腿脚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这个视频。无论你腿脚上面的经络啊是多么的堵，腿脚上面的气血流通啊是多么的差，我都能够通过这个视频一步一步的拆解开来，让你的腿脚啊解开封印，让你的经络啊完全打开，气血变得更流畅。
而且很神奇的是，只要你跟着这个视频啊，从头到尾的跟着我走上一遍，你会发现腿脚的经络完全打开了，这个腿脚啊更有力了，气血流通的能力更强，甚至能带动你的上半身都感觉到非常通达的感受。好了，话也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始把正式的内容啊教给大家。咱们做动作之前一定要准备一根经络棍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腿脚和其他的部位啊不一样，腿脚上面的这个肌肉啊更加的发达，所以它的气血通道以及它的经络通道啊藏的都比较深。咱们一定要借助一个工具，利用杠杆的力量啊，就可以更好的去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。同时，这个棍子啊纯实木制作，非常的结实，非常的耐用，上面一颗一颗的小球能够更好的达到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。好了，我现在用这个经络棍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咱们要打开位于我们脚底的地经啊。所谓天经藏于目，地经隐于足。地经是哪里呢？我们脚趾啊，把它大拇指往上抬，一抬你会这样横着摸啊，你会摸到下面一根筋。这根筋是什么呢？它代表着我们的肝气啊。如果说你肝气郁结，这个筋啊就特别的硬。你会观察啊，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这个脾气非常差的人啊，经常易怒的人，他都会这个筋啊非常的硬啊。我们这个筋要达到什么状态呢？就是说你能按下去，它是硬中带软，比较有弹性的状态啊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个筋啊要把它刮开啊。所谓地经通，肝气足，肝气畅啊，就把这个地经啊给它刮开，你的肝气啊就会越来越通畅啊，你的肝气也会变足。那咱们这个地经啊就是这样，你看用这个棍子上面的这个小球啊，然后对着我们的脚底，你看，然后我们手啊就这样拿啊，一个手啊是正手，一个手啊是反手啊，就这样对着，你看握着，然后就要刮，1、2、3、4啊，这样就把我们的整个脚底啊全部刮开，你看5、6、7啊，很多人啊做这个动作他受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经上面太堵了，所以呢他刮的时候啊非常的酸，非常的胀啊，很多人怕疼啊，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啊控制力量啊，由轻到重慢慢来，你会发现啊，当你地经通了以后啊，你的额头后背啊都会出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打开了你的一个带血之口，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，就是我们的涌泉把这里啊也给刺激了啊，这个地方啊刺激的话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当中的痰湿之气啊，而且固我们的一个肾气非常好，所以这两个位置啊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就这样刮50下到100下，左右脚都要做啊，在这里啊我只是给大家演示，大家做的时候左右脚都做好了，做完了这边以后，我们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小腿啊和我们的大腿后侧。那小腿这里呢，我们放到下一个动作演示，为什么？因为小腿的动作咱们要站起来，我们先坐着做我们的大腿后侧。大腿后侧做起来非常简单啊，我们只需要把板凳往前啊，你看板凳你看做一半啊，做一半往前移一些，把我们的大腿后侧啊完全暴露出来，然后你看啊。用这个棍子啊，你看从下到上，用身体的力量就把它往上一刮啊。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手这样拿着以后呢，我们的腰一抬，它这个棍子的力量自然而然就嵌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。你看你自己要去往上去按揉这个大腿后侧肌肉多厚，你根本是按不进去啊。所以我们就这样1、2，先把里面堵的地方给刮开，3、4。这里啊是很多人啊都不通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它在我们大腿后侧啊，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很少有人啊日常去给它进行一些拍拍打打，所以它这里啊经久啊不保养就会出问题啊。我们就这样刮，很多人刮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疼啊，特别的敏感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刮开了以后，一般来说20下左右，然后开始什么呢？把它拉，大家看啊，我们手啊放在我们的腘窝里面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点，叫做尾中啊，就是我们的腘窝啊。腰不好的人啊，一般都要通过这里啊去刺激，把腰给调好。我们可以从腘窝这里啊，这个来回的拉，它这个小球啊就像锯齿一样啊，我们就这样，看到没有？拉上来，好，再来到里面啊，拉上来，再来啊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做一个4到5遍啊，这样的话呢。从前到后是疏通了我们的经络气血，然后呢，在一个像一个锯齿一样的状态啊，把我们里面这个肌肉啊，把它完全的放松开来，给我们的神经啊留下更好的一个通道。做完了第二个动作，咱们再做第3个动作，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内侧，这里呢也是我们肝血行经的地方。这个动作做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要把腿啊像我这样分开来，
然后呢，你看一个手啊从下面这样穿过去，另一个手啊从上面拿着，你看这样啊，这个姿势。然后呢，以我们这个点啊这条线为一个杠杆，你看手往后一拉，是不是一个扇形的，就把我们的这个内侧给它全打开了？你看1、2，你看下面的手啊是完全没有动的啊，你看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巧妙。3、4、5、6、7啊，这个动作你根本都不需要使劲啊，只需要把这个动作姿势给摆好，然后轻飘飘的就能把我们大腿内侧给它刮通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啊。我们一样也是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，前期你不用做太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做太多你受不了啊，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疏通的效果太好。我们循序渐进啊，每一次啊过个3、5天，你往上次数往上递增一个5个到10个就行了。坚持去做啊！如果做完以后，第2天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些疼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刮的比较深啊，我们可以休息1天再做啊。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啊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的额头啊、后背啊都会汗湿啊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啊。做完你就能感受到。好了，我们一样做完20下以后，开始把我们的大腿外侧还有我们的前侧给放松啊。我们的胆经，你看腿这样一侧，看1、2、3、4啊，你看外侧、前侧都把它刮开。那这里呢就不多解释了，因为非常的简单，做起来也非常省力。最多啊是朋友们做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往下压一下，这样去拉也是非常省力的啊。那好了，重头戏来了，当我们坐着把我们的你看脚底、我们的内侧、外侧以及我们的后侧腘窝都给它松了以后，最后重点是哪里呢？我们的小腿啊，小腿被誉为第2颗心脏。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，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说，为什么小腿重要呢？你要知道啊，在这里有一块肌肉叫做腓肠肌，那里面穿行过这个非常粗壮的一个叫静脉啊。很多人啊，他堵，他并不是其他地方堵，就是我们这个小腿啊太紧张了，肌肉一紧张就会卡压我们其中穿行的一个这个气血，然后呢就导致我们的气血上不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小腿的点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单独拎出来讲。现在给大家演示这个小腿怎么放松。我现在啊站着给大家演示，咱们小腿啊一共3步啊，你看其他的地方都做1下，我们小腿一共3步。第一步是什么呢？叫做夯啊，就是用我们这个棍子啊最粗的这一端，从我们的下方一直打到我们的一个腘窝，近似腘窝这个位置。大家看，轻轻的敲，慢慢的敲上去啊，你看啊，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换个手啊，一样的。为什么要敲呢？因为这里啊，它肌肉紧，你这个时候盲目的去刮，你是这个打不开的啊，所以一定要先把它敲松啊，从下到上慢慢的打，把它打松。好，打松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很神奇的是啊，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膝盖还是脚底，你会感觉微微的发热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气血啊能流通过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从下到上打上一个10遍以后呢，我们去做一个什么呢？叫做拉。第一个叫夯，第2个叫拉。怎么拉？就像拉锯子一样，你看这样拉啊，你看演示一下啊。这个拉的时候注意啊，我们并不是说直接从我们的下面啊，我们只拉这一块啊，就是这一块，就是中间啊这1/3的位置。你看下面1/3咱们不做，上面1/3咱们不做，咱们只做中间这1/3，把我们的这个棍子啊对到我们的小腿的一个中间啊，然后从下到上慢慢拉啊。拉的时候不用用力往里面怼啊，只要正常的拉啊，它这个小球就能充分的把我们整个小腿附近的一些经络给它打开。就这样拉啊，你甚至可以什么偏内侧一点这样拉，你看偏内侧就这样啊，这样拉，看这是偏内侧，也可以偏外侧啊，这样拉都可以啊，自己啊掌握。从下到上，我们一般是做个10下到20下啊。内侧也可以拉一拉，外侧也可以拉一拉。你看哪里啊，拉起来比较的酸，比较的僵啊，就着重偏向于哪里。好，拉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不去做刮啊，我们就是正常的掂一掂小腿，走一走路，你会发现这小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3步是什么呢？就是刮。你看，第1个夯，第2个拉，第3个刮啊，3步连在一起。刮是什么呢？你看上到哪里呢？上到我们的腘窝，注意看我的手肘啊。有一个旋转，看旋转拉上来啊，正好到我们的腘窝啊，把里面也放松。你看腿啊是丝毫不漏，每一个点啊，每一条经络都给你完全的放松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把刮放在第3步，就能好好的把我们里面的气血和经络通道给打开啊，
并不是像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一样啊，你要直接上来刮的话，这个肌肉紧的你怎么刮你刮不通啊。而且呢，这小腿它比较敏感，你不可能说盲目的用劲，必须要用一股巧劲。我们只要轻轻的啊，你看用上一个1分的力啊，它这个力量就沉进去了。刮上一个20下到30下啊，不要刮多啊。我们今天这套动作做完以后，2条腿啊，你可以稍微活动一下，无论你是开胯还是活动，都会感觉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明显都不一样。甚至你腿上打开了以后，它能让你的整个半边身子的感觉都有明显的差异啊。这就是今天这套放松我们腿部解开封印的神奇之处，是任何现在你看到的一些动作都比拟不了的，因为它是纯的通过这个动作把我们腿上的经络通道打开，把我们的气血给它完全疏通了。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对这套动作一定是非常满意的。如果你的手里头啊没有这个经络棍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橱窗啊进行获取。有一个趁手的养生工具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实用，因为你用它不是说用一次，你在往后啊都能通过它去改变自己的身体。这个工具啊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啊分享给大家。那么大家感觉我这个视频啊讲这个腿脚经络讲的比较透彻的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，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再想去找啊，再想去回忆啊，就非常的麻烦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身边有腿脚不好的，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过去，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腿脚没有力气，走路打摆子，感觉自己的双腿啊都不听自己的支配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送你2个字啊，一个字叫做夹，还有一个字叫做扩。这2个字就是你大腿力量来源的核心当中的核心啊。我给大家拿个小人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啊。我们正常啊，你说大腿的力量来源于哪里？很多人指我们正面的这块肌肉啊，叫股四头肌啊。但是这块肌肉它只负责我们什么呢？直上直下的一个发力啊，就是这样，叫做直上直下。直上直下没有什么太大用，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它要受到不同的因素，比如说你上个台阶啊，比如说你下面有个石头你要转向啊，这些需要运用到哪里？这些都需要运用到我们侧面啊，内侧、外侧提供一个支撑和平衡的力量。内侧呢叫做我们的内收肌群，外侧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臀中肌、臀小肌啊，这里呢提供了我们整个腿部的稳定性。如果你的腿部没有一定的稳定性支撑，那么你的大腿前侧这块肌肉再有力量，它不稳定啊，你的腿都不稳定，它这个力量就发挥不出来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像一些喜欢看足球的运动的一些朋友们啊，你会发现啊，球场上面的巨星，无论是怎么样去带球，他的这个身体啊都很稳，源于哪里？就是源于他的一个外侧和内侧啊，它非常的稳定，所以他的大腿才能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把这个力量充分的发挥出来。我们要练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外侧和内侧。今天我教给大家2个动作，这2个动作就是能够帮助你建立起我们大腿核心力量的一个根源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腿外扩的一个训练。这个训练啊，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臀中肌、臀小肌以及我们的臀大肌啊，部分的臀大肌，它可以提供很好的髋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啊。来，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手啊直接压在我们的膝外侧啊，就大概是这个位置啊，你就手这样压上去。压上去以后呢，我们的手臂啊要呈现一个微微的弯曲啊，保持住锁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把我们的膝盖压成这样。往内压啊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好 ，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靠我们大腿往外的一个力量，你看啊，把它打开啊，来侧面看一下啊，你看我的身体啊往前倾啊，整个重量是压在我们的腿上的。那此时呢，我的大腿只要一打开，我的手臂没有变化的情况下，它就会把我的身体啊往后推啊，自然推到我们起始的一个姿势。好 ，OK， 来大家看一下啊，身子往前压，然后来。1，好，2，来，3，4，5，6啊，来这个侧面再看一下啊，来看1啊，身子往前压，重力往下，然后腿这样一打开啊，直接就把我们身体抬起来了。而且你在练的时候，你会明显的发现啊，我们就这样去做，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啊。而且你做的时候，你的这个
整个这一面啊会慢慢的逐渐发酸，它的酸是慢慢往后蔓延啊。有很多朋友啊说30下50下这个标准太难了，那刚开始啊你也可以做10下到20下，慢慢的去加强这个强度。好，就这样去做，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啊。我们在往下压的时候，这个手臂一定不能弯啊，不能太弯，我们就保持一个微微曲度的一个感觉就行了。然后靠我们的腿部啊一个往外打开。你能感觉到我们的腿部往外，它有一个力量在扩张啊，同时呢，你这里的目标的肌群啊，有一定的发酸发胀的感觉，这个时候你的动作一定是标准的。好了，讲完了这个腿部外扩，我们现在要讲腿部往内夹。夹的时候锻炼的是我们整个内收肌群，这个动作啊，无论是男的女的啊，都要经常练啊，对于我们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腿部内夹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简单啊，你看手臂贴着我们大腿内侧啊，这样摆着，摆好，看好啊，这个姿势，好，然后呢，腿你看啊，往内夹，夹紧，夹的时候阻力从哪边来呢？就是靠我们的手臂微微的往外啊，有一定的啊张力啊，给它微微的往外做一个对抗啊，你看，来1、2，来侧面看一下啊，来3，夹到底，保持一会儿，4、5。不同的角度看一下啊，6、7，好，夹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和大家说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夹腿往内夹的时候，同时我们这里啊做一个收小腹提肛的动作，可以配合吐气啊，把这个口诀加入进来，来1，收小腹提肛，来2、3、4，好。然后呢，手臂的阻力给多少比较好呢？你看啊，手臂是持续往外张的啊，你腿在往内夹，你看手臂给阻力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你手臂的力量哪有我们腿上大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力量肯定不行，我们手臂尽量给阻力，腿夹就行了。啊，就这样去做，把这个力度啊掌握好啊，动作节奏掌握好，那么你就会感觉你腿部内侧的肌肉啊发酸发胀，有一种胀胀的感觉啊，它因为被刺激到了。那么只要把我们的内侧、外侧这2个地方给它练好了，你的腿部这个平衡力的基石就已经打造好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股四头肌啊，包括我们的一个后面的腘绳肌，才能充分的发挥它的力量，发挥它的特长。特别是年龄越大的人啊，你越要去注重啊我们这2块肌肉的一个锻炼，因为你平衡才能更好的走路啊，平衡你的腿上力量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，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人。那么同时呢，没有关注我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。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呢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年龄大了以后啊，明显就会发现自己的腿脚啊容易乏，容易沉。走起路来啊，总是感觉这个腿脚如同灌铅。上下楼爬楼的时候呢，这个腿啊抬的角度不够高。特别是很多朋友啊，他的这个脚啊一往上抬，你看我们的这个脚尖，它勾不上来，这就会造成什么问题？这就会造成如果有一些小的门槛或者你的台阶过高，你这个脚抬不上来，有的时候一下子就绊倒了。而这一绊，很多人一躺啊就是半年甚至1年的都有很多。所以腿脚这方面啊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非常重要。今天呢，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叫做正腿弓。这个正腿弓啊，不仅能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，同时你经常震一震，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，这个脚底上面发热，腿脚上面有力气。所以这个动作啊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，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动作。那么这个正腿弓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咱们首先要把双腿打开，分开，比我们的肩膀要宽。然后把脚尖指向外侧，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和脚尖啊一定要是同一侧的。我们把身体往下压，形成什么呢？身体尽量往下靠，这个时候大腿面和地面几乎保持平行的状态，腿就酸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下，把我们的脚尖立起来，往下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这样做。你这样做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在每震一下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腿部。同时呢，对于男同志来说啊，经常练一练还非常的好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腹部要收紧，侧面看一下啊。
做的时候，你的腹部啊要把它收紧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垮着，这么塌着。腹部收紧以后，脚跟下抬，吐气的时候往下来，就这样去做。做上一个20下为一组，做完以后啊，你会发现你的腿啊酸溜溜的，有很强烈的发力感，包括我们大腿内侧的肌群，这块肌肉非常重要。很多朋友练完深蹲以后啊，这个地方都感觉不到它的发力，但是唯独你练完这个正腿弓以后啊，它会对我们的大腿内侧带来很强的发力感。刚开始做的朋友们，大伟在这里多一句嘴，我们刚开始做，手扶着墙啊，这个比如说一面墙，我们手扶住。把腿分开啊，腿分开，腿分得开，你的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，脚尖立起来，往下去震，腹部收紧，往下落的时候吐气，就这么做啊，坚持20个为一组，每天做一个3组，做完以后腿部有发力感，脚底上面热乎乎的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好了，动作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一波，谢谢大家。